想要萧家起复，他这点代价还是值得的。属狗，我自己会挣。放手！你现在闯宫，他这顿打就白了。行刑结束。陈峰，谢主隆恩，皇上万岁万岁，万万岁！走，回家。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你这个只会下迷药的庸医。苏小娘子托我办事，我怎么忍心拒绝她？所以你就让她去送死？你就不怕那个刑罚要了她的命？倒也不至于。你为什么骗我？这位公子，你还是拿好他的药方吧。凶人这么大声，苏小娘子她是为了谁啊？你还在这凶她？快去道歉！我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担心你。凶都凶了，就这么道歉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我谢云燕对天发誓，从今往后，如果再对苏锦元说一句重话，就让我天打五雷轰。哎，谢云燕，不得好死。你这句话对嫂嫂说，好像有点奇怪。其实我的意思就是，我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让你因为我受伤了，也不会再辜负你的苦心了。这一句话听起来好像更奇怪。我这好了，席大夫，你别再逗他了。阿燕，去帮我抓药吧。好。苏小娘子这六弟，怪有意思的，这傻劲真是少有。倒是不耽误他对你有情有义。席大夫好像对我的六弟格外关注。苏小娘子莫不是吃醋了？你又胡说什么？我只是觉得席大夫也是女子，若是喜欢我六弟，也不是没可能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我是个姑娘。得了吧，就你把那六弟当个宝贝。本公子啊，还是更喜欢香香软软的小娘子。
这样吧，那我以后叫你小阿元好不好？那我就叫你阿宁吧。于是，苏新月，你二人可知错？公子，按照律法，肆意诽谤他人，处杖责。行刑完毕。多谢小尉大人手下留情，日后我一定好好管教家眷。你二人今日所受之刑，不及他分毫。若不是顾及律法，我定要你二人与他感同身受。于是，苏新月，此二人造谣污蔑我萧家大少夫人苏锦元，皇上钦判，为苏锦元正名。日后若再有造谣议论者，与他二人同罪。回屋吧，还不够丢人的。苏锦元，今日你羞辱我，来日我一定加倍奉还。听说你接管宿营不过3日，倒比罗宇掌兵3年更得军心。这般烈火烹油的架势，当心烧着萧家祠堂的牌位。哼，我若不尽快拢得军心，怎能查明萧家之事？临川3万将士的鲜血，总得有人跪着舔干净。谢兄，那就不如做个纨绔，让他们误以为你不追究了，说不定线索自己就会浮上来。世子这招以退为进倒是风雅，只是让阿燕悬念扮猪吃老虎，怕是比上阵杀敌还难。苏姑娘真是有勇有谋，玲珑心巧。我府上正好缺一个伺候笔墨的，若苏姑娘愿意来端王府，红袖添香。世子慎言，我萧府内眷，不劳世子费心。齐生深藏不露，若能和他结盟，萧家起伏必有可能。世子府上若真缺人研墨，那我萧家屋檐再破，也容得下你。后院抢食的猪仔，告辞。苏锦元，有意思。阿布，祖传秘方，包治百病，看一看啦。对不住啊，是我没控制好力气。只是没控制好力气，脾气呢？是齐胜他轻浮在先呢。难道你还真想去他府上？我是觉得齐世子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端王府之前能得皇位之争，
想必背后势力不容小觑。若我真能得他信任，有了他的帮助，想必日后我们萧家也会好过些。我会撑起萧家的，你不必去给人做小伏地。蜜饯冰糖葫芦，冰糖葫芦嘞！蜜饯冰糖葫芦，冰糖葫芦，蜜饯冰糖葫芦。小七最近总闹着说要吃蜜饯，正好你帮我尝尝。小七机灵懂事，怎会闹你？那是你没见他闹的时候，帮我尝尝吧。好吧。不错，好吃的。你觉得好吃，那小七肯定也喜欢。都给我来一些吧。哎，买这么多，小七吃得完吗？祖母说，女孩子嘛，总是要娇养着的。等我以后重振萧府了，我要让你们全都娇养着。我小时候也很爱吃蜜饯，可父亲总说吃多了会坏牙，不让我吃。后来我就跟他赌气，我说等我长大了就开一间蜜饯铺子，再养几个美少年，每日做做生意，喝喝茶。你还打算养美少年？多谢。美食、美景、美人，这才叫逍遥日子啊！苏伯父说的对，甜食还是要少吃，吃多了坏牙。大哥，哎，还挺好看的。谢云，你干什么？你把你面具摘下来，摘下来！怎么，你也有这种癖好啊？
大街上看到长得好看的美男子呢，就上来动手动脚的。你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呢，可是我信灵堂的人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只是觉得他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故人。故人？怎么？你是真当你在搭讪小娘子呢？啊？啊什么？再赖在这儿不走，我就去告诉苏小娘子。你呀，当街调戏我的男人。你的男人？哈，你简直是不可理喻！说吧，你是不是跟谢影月有仇？我足足救治了你1个多月，你的命是我从阎王那抢回来的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成天鬼鬼祟祟的盯着萧家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可不想救错了人。我是萧家长子萧云熙。萧云熙呢？那萧家墓里那位是？当时临川大败，我冒死突围求援，却不料路上遇伏。福将穿了我的衣服，兵分2路，掩护我离开。后来福将身死，尸首被送回了萧家，而我被追兵追至山崖，被你所救。如今萧家好不容易破了局，尘埃落定，此时我若回去，定又是一场轩然大波。更何况，我也身中剧毒，命不久矣。萧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。喜姑娘不必为难自己，我现在只想尽快查明临川一案的真相。不是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女的？姑娘大意，此事我定会帮你保密。不是，你到底怎么知道的？你偷看我更衣了，还是你偷看我洗澡了？你说呀！姑娘不必问了。你要是不说的话，你今晚就别想睡。你说呀！哎呀！若那人真的是大哥，为什么不肯回来？
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？公子，城南破庙查到风葵踪迹。阿燕，我看你今晚心神不宁，给你煮了参汤。哦，我准备睡了。好吧，那你好好休息啊。好。风葵，萧公子，他们在江南贩卖私盐，萧将军接获的根本不是军粮绸缎，他们用我妻儿的命威胁我，我对不起将军。吃下去，解毒的。大哥，果然是你。你既然还活着，为什么不回家？你我一明一暗，才能方便行事。临川一案不明，我永远只能是个死人。回去吧，别让祖母还有母亲担心。那他呢？我要把你活着的消息告诉大嫂吗？不必了，大仇未报，何谈儿女私情？走吧。快来人呐！六公子一进府就晕倒了。行了，算他命大。提前吃了解毒丹，现在已无什么大事了。不过晚上药散了毒，应该会发热，好好看顾这些就好。麻烦席大夫了。小娘子，你还是好好看紧你家这位小公子吧，一天天的身体还不如小姑娘呢，大半夜扰人清梦。大哥，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是嫂子？阿月，阿月，阿月，你别走，别走。
公子，昨夜少夫人守到天亮，这是她为您准备的安神香，让您睡得好一些。多谢嫂子，但我休息的挺好的呀。睡得好？公子你还是改改你说梦话的毛病吧。梦话？我说什么了？那个，我现在为父兄准备百日祭礼，说要去普济寺给父兄祈福，让你写一份祭词。哦，好，我这就去写，我去写。哎，少夫人，给我吧。我去库房准备祭礼单子。库房也不在那边。大哥，谢云烟，你怎么可以有这等心思？你该去做的是查明真相。哎，公子，祭词写好了？写好了，备马，去树营。哎，公子，祭词不拿给少夫人吗？你给他。公子，该不会躲着少夫人吧？祖母说，女孩子嘛，总是要娇养着的。等我以后重振萧府了，我要让你们全都娇养着。阿元，母亲，阿燕的校尉之职多亏了你周旋。这只镯子呢，本来就是要给云溪媳妇儿的。戴上，挺合适的。后天你去祈福的时候，把它戴上。云溪看了会高兴的。母亲先回了。阿燕，
只要是可惜，一定会想您的。谢谢。哟，这不是萧家寡妇要去上坟吗？哼，这自家亲戚都不认，这别人家的坟，哭的倒是挺殷勤的呀。你们算哪门子的亲戚？倒是比不上你当初想要替嫁，费尽心机进萧家般的殷勤。只可惜我夫君和六弟都没看上你。苏锦元，要不是你从中作梗，我早就拿下谢云燕了。这大白天的，怎的发起梦来了？杏儿，我们走。我有没有警告过你，离我萧家人远一点？我就是喜欢你，是他先羞辱我的。他不过是你大嫂，凭什么一直霸着你啊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大庭广众的，你给我注意点。看到了吧，谢公子方才害羞了，证明他心里还是有我的。你呀，就好好当好你的萧家寡妇，少惦记你小叔子。谢公子，你六弟，我势在必得。哼，回府。哎，您看看吧，哎，这个啊。哎，他这是要去哪儿做法事啊？听说是普济寺。风景好看吗？哦，萧家今天要去普济寺祈福。那你要去吗？席姑娘，有件事得麻烦你一下，我不好当面跟阿燕接触，麻烦你通知她一下，有人在盯着她。我是个大夫啊，我一天天现在都在干什么事儿？我好不容易穿一次女装，我又要还回去。辛苦席姑娘了。知道了。真快啊！61年中元节。是啊，去年来祈福放河灯，就像没过去多久。今年咱们人虽然少些，但是神明一样会保佑咱们萧家的。阿燕，快跟上！有香吗？纸钱有，来一份，谢谢大好啊，大好。有香吗？说，谁派你来的？祖母他们都在大殿祈福，让我过来叫你。
怎的手又受伤了？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刚才一不小心，我自己划伤的。你别担心。我是说，祖母看到了会担心的。梦境再看一回。谢公子，好巧啊！你怎的也在这里？我跟谢公子有缘，自然会在这里喽。懒得听你发痴。阿燕，走吧。哎，你凭什么让他走？苏锦元，我提醒你，你是他大嫂，不是他夫人。我不用你提醒，我很清楚。云燕哥哥，我又没说错。跟我走，有话跟你说。云燕哥哥，等等我！云燕哥哥，你走的怎么这么快？都撞疼人家了。云燕哥哥，你是不是误会人家了？我只是心悦哥哥已久，放在一时心急才口无遮拦。你看，我还给云燕哥哥准备了中元节礼物，你就原谅心悦嘛。苏心月，我警告你，离我萧家人远一点，否则别怪我对你苏家不客气。云燕哥哥，你就原谅我吧，我是真的心悦你。佛门清净地，成何体统？苏锦元，我一定会嫁入萧家，然后狠狠地把你踩在脚下。只要这谢云燕在，这萧家的案子就不能落定，他必须死。可那个苏锦元总是从中作梗，破坏我们的计划。除非没了他，谢云燕才有可能落入我们的圈套。否则，咱们再怎么筹划，
先弄掉苏锦元。希望祖先能够保佑我们。就在这里。这段日子也辛苦锦元了。走吧。哎。你不走吗？哦，我想给我爹娘和弟弟也放一盏灯。爹、娘、阿洛，要真有来世，愿你们平安顺遂。你怎的回来了？我最近在想，如果当时我没有在崖边遇见你，你也没有阻止我和楼宇交手，没有回京城，没有回萧家，那如今的我会是什么样的？不要去想没有发生的事情，你此刻只需要向前看。多谢你把萧家从绝境中拉了出来，也因为遇见了你，所以我才……你是我嫂嫂，我会敬你，护你。唯独不能喜欢你。我听说这河灯飘得越远，思念和祝福就走得越远。那就愿我们平安顺遂，各有圆满吧。月有盈亏，花有开谢，何来圆满？自古所愿由心生，只叹世事何所依。看来这愿河灯是撑不住的。既然撑不住，
那就让它沉了吧。萧家案发后遭遇的一切，我都同你说过了。是苏小娘子和谢公子撑起了萧家，患难与共，他们二人难免亲近些。你回去以后，谢姑娘，我萧云溪岂是如此浅薄之人？何况锦源与我也并未真正成亲。我既命不久矣，又何苦再让他为我伤心一次？萧大哥，我可是神医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，放心。大嫂，祖母说了，今年天气特别好，收成也会很好，我种的花花长得也会很好。大嫂，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间就打雷了？贞洁哪有命重要？你看看外面，每天饿死多少人！你去陪地主家的傻儿子睡一觉，还能换碗饭吃。我不要！走！走！快走！快！前世并非丰年，2个月后凉州大旱，商家坐地起价，饿殍遍野。怕是要下雨了，先回去吧。怎么晴天打雷了？没有吓到你吧？我听老人说，天有异象，必有大灾。万一西北真的发生旱灾，国库又因为临川战事吃紧，朝廷怕是没有多余的钱粮赈灾了。慎言，此等妄议朝政之语，断不能出自萧家之口。我知道，我们可以找人暗中打听西北那边的情况，秘密囤粮。若真有旱灾，这些粮食可以解燃眉之急；若无旱灾，我们再想办法把粮食倒卖出去，不会亏损太多的银两。打探消息的事，我来想办法。但筹粮所需的银两，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我去说服祖母。有时候我觉得，你像是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一样，就像当时，你能预知到萧家会发生不测。我也只是猜测。我没有别的意思。若风奎所说的军粮账册，其实是私盐账册。如今父亲已死，幕后之人并未放过萧家，那这个账册应该被父亲藏在凉州。
说走就走，就不能告诉我一声吗？难道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吗？凉州年后就不曾降雨，新任太守好大喜功，对此根本不曾上心。我去查阅了历任太守令对灾年的记载，你的猜测很有可能成真。那我现在就开始囤粮。祖母已经帮忙做好了各路文书，若此事能成功，不仅能够解旱灾之困，还有助于萧家祈福。再让阿言上一步，说不定重振萧家有望。慢点儿，慢点儿，这边，放这边。好嘞，好嘞。这袋放这儿吧。好，来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好，小心点儿。放这儿，放那边就行。好嘞。你不是在当值吗？怎么回来了？今晚第一批粮食已经到了，我怕你太辛苦，就提前回来一起帮忙。最后了，最后了，小心啊，让着点儿。慢脚，好嘞。放这儿就行。来。没有。没了。是你。齐世子，为何鬼鬼祟祟进我萧家？我听闻，最近有人暗中收购粮食，虽然分了好几条路子，不过最终都流向这一个地方。你们为何鬼鬼祟祟的囤粮？我高兴，我乐意，不行吗？如此大肆囤粮可是重罪。谢六，你最好跟我说实话，否则我就去御前告你一状。囤粮之事是我干的，与他无关。你说什么？西北有大旱？你敢隐瞒不报？是将有大旱，我现在上报，那是妖言惑众。别人我不了解，你我能不知道？你若没有十足的把握会有旱情，你会这样做？真的是为了赈灾，再无其他心思。世子此话何意？我自然是为了赈灾。若是为了挣钱，我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？所以，我猜苏姑娘所图更多，比如灾情一起，你用粮草做筹码为要挟，送谢六一场平步青云。苏姑娘，我说的对吗？囤粮之事为国为民，我为萧家谋一点私利，无伤大义，有何不可？
谋私利也能被你说的大义凛然？为何不能？纵然世子知道萧家是冤枉的，不也权衡利弊，保全自身？如今世子问我为何，我为的是萧家老幼妇孺，在无权无势的时候，不会被人踩在脚下。苏景元，你不就是想让谢云燕出头，对吗？是。好，可敢与我赌一场？齐正，你有什么必要为难他？赌什么？我不阻止你们筹粮，甚至还可以帮助你们。但灾情一起，粮草必到。我会运作，让谢云燕领赈灾钦差一职，给他一个平步青云的机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一切的前提是你笃定有旱灾会发生。那是自然。如若没有，我苏景元任凭世子处置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齐世子，天色不早，已经黑了，请你离开吧，否则被人发现你与我萧府来往过甚，小心世子苦心经营的纨绔面具就这么掉了。这个世子倒有些爱民之心，将来说不定会有大作为。在你眼里，我就这么无能吗？我难道要你牺牲你自己，来换我的平步青云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不想你再那么辛苦。可你也不能任由其生摆布。你怎知他要什么？万一他要……大不了让我为奴为婢，我不在意的。可我在意。别再委屈你自己，谁都不配，包括我。我在潮汐。